瑞典国际和平研究所给出的新一份报告显示，中国的军火外销总额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把俄罗斯都给反超了过去，远远甩在身后。真实情况是这样吗？来一起详细了解。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最近这两天，军迷圈子里流传着一份挺有意思的排行榜单。制作这份榜单的统计方说起来也挺权威的，乃是总部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和平研究所。在中国国内或许知名度一般，不过在西方世界却是有很多媒体将其公布汇总的数据当作权威军事防务消息来引用。而新近发布的这份榜单上记录的内容不是别的，乃是去年2020年一整年时间里全球军火销量的汇总情况。按照这份榜单实际展现的内容来看，其中发生了较大数据和排名变化的国家，毫无疑问就是中国。与过去几年同样由国际和平研究所制作发布的榜单相比，中国在今年的榜单里直接跃升到了全球第二的位置，把长期位居全球军火销量第二名的俄罗斯给挤了下去，成了仅次于美国销售额的存在。因为产生了较大的排行名次变化，所以该份榜单一经发布就受到了不小的质疑。先来说说榜单的详细情况。从国际和平研究所给出的具体数据来看，中国在2020年的全年军火销售总额占到了全球军火销售总额的 13%， 位列全球排行榜第二位。另外三个比较重要的参考数据是位列第一的美国，总额占比达到 54%， 过去常年位居第二，今年掉到了第四位置的俄罗斯，在总额占比上则仅有 5%。 至于第三名的英国，总额占比则为 7.1%。通过这一组数据，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在总额占比这一数字上，不光超越了第三的英国和第四的俄罗斯，甚至比英国和俄罗斯的占比总额相加还要高出 0.9个百分点。意思就是说，2020年英国和俄罗斯卖出去的军火加一块都不如中国卖出去的军火销售额多，这显然很是反常。美国在军火销售额上排第一是没啥问题的，单靠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公司旗下的头牌产品 F-35 隐身战机，就在2020年的一整年时间里狂揽580亿美元，可以说是把购买了 F-35 隐身战机的一票美国盟友的军费钱包直接给掏了个干净。算上美国国内其他知名军火商，比如说雷神公司、波音公司、诺格公司、通用动力这些军工巨头，美国占据全球军火销售总额的半壁江山是一点也不夸张。而到了排行第二名的中国这儿，国际和平研究所在报告里宣称，中国2020年的军火销售总额大约是668亿美元左右，其中销售额最高的中国军火公司乃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一年的销售额大约是179亿美元。这好几百亿听上去可能不少，但是如果拿来和第一名的美国一比，一国销售额也就是和洛马公司的一个 F-35 项目销售额差不多。善于搞军火生意的美国可不是只有洛马公司一家军火巨头而已。相比较之下，中国的军火销售额其实真就没有多少。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此份报告实际上严重低估，或者说是有意拉低了俄罗斯的军火外销成绩。根据掌管俄罗斯武器对外出口的实权部门，也就是俄联邦技术与军事合作局此前发布的消息来看，俄罗斯最大军火商，也就是 S-400 防空反导系统的娘家金刚石安泰公司，早在2018年的时候，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亿美元大关，并且还是呈现出连年增长的态势。虽然目前还没有详细的销售数据，但是按照最近这几年的销售态势来做个预估的话，金刚石安泰的年销售额理应是和报告中所谓的中国最大军火公司，也就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相差无几的，二者都是100多亿美元左右。在这里，虎妞就要给大家指出疑问所在了。就算瑞典人搞的这份报告涉及的销售额是真的，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一年就卖出了100多亿的军火，但俄罗斯的头牌军火商销售额也是差不多的数字。更不要说俄罗斯还不只有金刚石安泰这一家公司，苏霍伊、伊留申、卡莫夫、米高扬、米里等等其他知名巨头的销售额还没算进来。即便报告中涉及的中国销售额是真，严格来算的话，俄罗斯的销售额数据也是应该是和中国差不多，甚至还要多出一点的。毕竟是老牌军事强国，卖了多年军火，有很多固定的海外销路客户愿意采购俄式武器。
这是近2年才新兴崛起进入国际军火市场的中国所比不了的。而瑞典报告中的俄罗斯销售额却仅占全球份额的 5%， 还不到报告里中国销售额占比的1半。如此之大的数据反差，实际上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说了以上这么多，虎妞实际上还是想给大家讲清楚这数据的不真实性。再往下说，归根结底，正如很多外媒分析以及军事专家评论的那样，国际和平研究所新给出的这份报告带有强烈的渲染中国威胁论色彩，意图营造出一种中国大卖军火远超俄罗斯，直追美国，给全球各地制造战争动乱的假象。退一步讲，在报告中提到的很多中国公司并不对外公开自己的年度销售额前提下，瑞典人又是怎么统计出这一份具体的报告，怎么拿到中国公司的精确销售额数据的呢？没别的办法，那就靠信口胡诌瞎猜呗。至于国际和平研究所为什么这么做，是别有用心，还是说有幕后金主在背后支持，收了人家的钱之后故意捏出来这么一份报告，这里就不再多说了，想必大伙儿也都心里有谱。